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最近有在做全球资产配置，或者一直有关注美股房地产信托的朋友，是不是觉得现在的宏观环境简直让人神经紧绷？随着全球关税法规大天网逐步收紧，基准利率维持更久成为共识。全球最聪明的机构资金，此时非但没有在过热的科技股里盲目狂欢，反而正在悄悄重组他们的防御阵线。花旗集团最新发布的美国房地产信托永期度与量化因子深度报告，花旗在这份报告中，利用其独家研发的5因子量化模型，直接对准了美股市场中最火热也最拥挤的资料中心 REITs， 拉响了高温降温警报。原来那些天天被热炒的 AI 资料中心和新能源地产多头筹码早已严重过载，而一场利用高值利率、低杠杆且受益于夏季租赁旺季的非对称防御革命正在悄悄点燃。今天我们带大家看清花旗这份最新量化大数据背后的资金大转移与防御底牌。说真的，要看清这一波席卷美股房地产信托的风暴底牌，我们最先要瞧瞧的就是花旗用量化模型帮我们揪出来的最拥挤与最冷清的板块分化。花旗在报告中指出，截至6月9日当周，美股 REITs 市场的资金拥挤度呈现出了极其极端的两极化分布。在他们监测的所有地产板块中，资料中心、制造业住宅以及零售地产高居全球最拥挤最饱和的前3名。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这项硬核数据意味着什么？自从 AI 算力大爆发以来，所有的超大规模云端巨头都在疯狂抢占资料中心，这导致资料中心 REITs 的估值被推升到了历史性的高位。然而花旗定量团队的5因子模型显示，在考虑了相对历史估值、华尔街分析师评级以及空头回补等综合参数后，资料中心板块的拥挤度百分位排名已经逼近了极限。这宣告了资料中心的多头筹码已经严重过载，任何微小的利空或者市场波动都可能引发多头踩踏的去杠杆线。相较之下，那些在过去2年被高利率环境无情冷落的办公室地产、多户型公寓地产以及自住仓储地产，目前则处于资金拥挤度的最底端，也就是市场上最冷清、最没人理会的区块。这种极端的拥挤度脱钩，在实体世界中反而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极佳的逆向防御洼地。花旗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对宏观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敏锐的主动型资金正在经历一场史诗级的去拥挤化考量。数据显示，公寓地产和工业地产的拥挤度在过去1周出现了最显著的月环比下滑。这种资金的流出并不是因为这些板块的基本面恶化，而是因为全球最焦点的钱正在未雨绸缪，主动在即将到来的关键节点前将资金撤离高拥挤度板块，寻求更宽阔的安全边际。而在这场资金大腾挪中，全球机构投资者此时最关注也最积极讨论的实体着陆点，则来自于花旗在报告中首度高度推崇的2大黄金防御赛道。首先是高龄住宅与医疗养老地产。花旗指出，在最近与大量机构投资者之流中，养老地产成为了最热门的点检焦点。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刚性推进，高龄住宅在实体世界中的入住率和租金定价权展现出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特别是在经历了前阵子的短期价格回调后，以亚历山大房地产为代表的生命科学与医疗地产，其估值已经具备了极高确信度的安全垫。机构资金正在大举利用这波拉回调整，在低位默默吸纳这些具备高值利率和低杠杆属性的优质防御资产。其次是正处于大租赁旺季的住宅与自住仓储地产。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在实体世界中，夏秋2季是人们搬家、换工作和调整生活空间的黄金高峰期。这项强烈的季节性规律直接为多户型公寓地产和自住仓储地产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运营更新与租金上调动力。花旗报告强调，在当前美债10年期收益率高位拉锯的环境下，这些板块能通过租赁旺季的高频率、高定价权调升，实时将通膨与高利率成本转嫁出去。这不仅平准了周期的波动，更为其手里的资产带来了最稳健的现金流防护。当然，大数据与量化因子模型虽然给出了方向，但花旗的量化研究团队也冷静且客观地指出，这场 REITs 价值重组在未来依然面临着潜在的双向不确定性与变数。第一个关键风险
在于全球宏观经济在下半年出现超预期的非线性衰退。花旗指出，虽然目前模型仅预测了温和的板块轮动，但如果美债殖利率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意外的急速再度狂飙，导致高融资成本对企业和居民信贷的滞后侵蚀效应超预期爆发，那么即使是低拥挤度高质量的公寓和仓储地产，也可能会面临租金收缴良率下行的短期干扰，进而拖累相关板块的估值反弹斜率。第二个风险是地缘政治危机或贸易战升级对全球供应链和建材成本造成的二次冲击。报告中提到，不论是高龄住宅的日常运维耗材，还是资料中心的高密度配电与散热组件，其目前的采购依然受到特定供应链的制约。如果在2026年下半年国际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高端组件的断供与建材成本的暴涨将会直接拉长项目的交付周期，进而对其2027年利润率指引的兑现构成潜在的威胁。花旗这份最新的美国 REITs 报告用最客观的量化5因子与拥挤度大数据，为我们揭开了全球资金防御下半场最真实的底牌。这是一场资料中心多头拥挤度无情见顶，养老地产与生命科学地产确立高能见度刚需，以及住宅与自住仓储在夏季租赁旺季锁定高票息回报的立体战役。对于投资者而言，要想在这场美股地产大洗牌中看清底牌，做好不对称的防御配置，我们的操作焦点绝不能只看名义指数每天的起起落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家密切盯紧2条实务线索。第一，是看花旗每月更新的拥挤度报告中，资料中心与制造业住宅板块的资金拥挤百分位排名是否开启在高位出现实质性的松动，这将最直接验证多头撤离与套利防御的流速。第二，则是密切关注亚历山大房地产等医疗地产巨头在接下来季度财报中，其在租赁旺季中的实际入住率与最新租金调升斜率。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